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综合报道，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努近日表示，从今年1月开始，法国将向乌克兰每月提供50枚 ASM 制导炸弹，用于支持乌克兰的抵抗活动。消息一出，引发了外界的持续关注。ASM 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武器？它会给乌克兰战场带来怎么样的影响？今天火力军就来带大家认识一下这款来自法兰西的空中铁锤。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技术不断进步，法国早在1985年就已经研制出 AS-30L 激光制导炸弹，执行空地精确打击任务。这款炸弹曾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被法军广泛使用，取得了不错的战绩。但由于 AS-30L 属于半主动激光制导武器，无法主动在末端寻敌，需要在命中目标之前由战机长时间提供导引。因此，发射这种弹药的战机在面对地面防空火力时存在不小的风险。法国急需获得一款制导能力更强、能够在自主寻找目标的智能炸弹。于是，从1997年开始，法国赛峰公司便启动了研发工作，并在随后经过一系列测试，最终在2005年向法国军方交付了新型制导炸弹，这便是 ASM。ASM 的法语含义是模块化空地武器，它还有一个更形象化的代号，叫 HAMMER， 意思是铁锤，因此它也常常被外界称为空中铁锤。作为一款模块化航空弹药，铁锤和美军的捷达姆炸弹类似，都是在传统的无制导航弹基础上加装制导设备，从而使其具备制导能力。这意味着铁锤炸弹的制导元件和弹体可以根据任务需求的不同自由搭配。按照弹体装药量的不同，铁锤的弹体拥有125公斤、250公斤、500公斤和1000公斤4种类型。这其中125公斤和250公斤的铁锤炸弹适合打击车辆和一般建筑物，500公斤和1000公斤的铁锤则适合打击坚固工事和桥梁。如果有必要，它们还可以适配穿甲弹头，打击更加坚固的硬化目标，杀伤力有充足的保障。而按照制导元件的差异，铁锤可以分为SBU38、SBU54 和 SBU64 3种不同版本。这其中 SBU38 采用了 INS GPS 导引组合，是铁锤的基础款。这里面 INS 导引模式是在通过加装惯性测量装置辅助载体进行运动。虽然这种导引模式存在随着时间越长精度偏差越大的问题，但它可以不受外界干扰，完全自主运行。GPS 导引则可以借助卫星定位系统不断修正飞行轨迹，精准度非常高，但存在电子干扰的风险。采用 INS GPS 组合导引的铁锤炸弹可以兼顾惯性制导和卫星制导的优点。在飞行时，铁锤炸弹用于惯性制导的3个陀螺仪和加速度计量器会与 GPS 设备对齐，修正数据珠源，其打击的误差范围低于10米。SBU54 采用的是 IR 加 INS GPS 导引，也就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添加了 IR 导引设备。这里所说的 IR 导引指的是拥有长波红外成像导引，加装了 IR 导引设备的铁锤炸弹，可以在接近目标前通过设备的数字场景匹配算法计算观测到的图像与事前储存的目标图像是否匹配，然后再攻击目标。其打击精度比单纯使用 INS GPS 导引设备的铁锤更高，打击误差范围可以控制在1米以内。至于 SBU64 则是采用激光导引设备的铁锤，它在 INS GPS 设备的基础上加装了激光导引头，可以在发射后对目标持续进行激光照射，锁定打击目标，是目前3种铁锤导引组合中精度最高的一款，很适合对付移动物体。当然，它也容易受到天气状况的影响，不适合在沙尘暴、大雾和雷雨天气中使用。正是靠着这几种不同导引模式的组合，铁锤炸弹的精度得到了充分保障。此外，铁锤炸弹的弹翼布局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它的弹体前段采用4片后掠固定翼加4片梯形舵面，后部弹翼则由4片收缩加大的梯形弹翼和4片折叠弹翼组成，可以为在飞行中铁锤带来比美国捷达姆炸弹更优秀的机动能力。再加上弹体尾部火箭发动机的推进，铁锤炸弹在高空的射击时射程可达70公里，即便从低空发射，其射程也有15公里，
很适合战机在远离交战区进行防区外发射。铁锤炸弹装备法国之后，参加了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和马里内战等一系列冲突活动，取得了优秀战绩。比如在2011年3月，法军对卡扎菲军队的一次空袭活动中，一架阵风战机发射的铁锤击毁了55公里外的一辆坦克。又比如2013年，在法国出兵马里的活动中，2架法军的阵风战机将各自挂载的6枚铁锤全部发射，100%地命中了12个分散目标。由此可见，铁锤的打击精度经得起实战考验。铁锤问世后，通过与阵风战机的搭配，成功走向了海外。埃及、印度、卡塔尔这些采购了阵风战机的国家都一并采购了铁锤。此外，摩洛哥虽然没有购买阵风，但却拥有26架幻影 F1 战机，一样可以挂载铁锤，因此摩洛哥也是铁锤炸弹的海外用户。随着近年来阵风战机在海外多次斩获订单，克罗地亚、印尼、阿联酋、希腊等国都有可能成为铁锤的新用户。有意思的是，法国此次不仅向乌克兰提供了 ASM 铁锤弹药，还同时向其交付了40枚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法国国防部公开承诺，他们会在2024年向乌克兰再提供78门凯撒自行火炮。对于乌军急需的155毫米炮弹，法国大手一挥，宣布从今年2月起，乌克兰每个月都可以获得3000发155毫米炮弹。虽然这些武器的数量并不算多，但他们的出现也代表了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法国在俄军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之前，一直希望通过谈判手段解决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在开战前夕找普京会谈，希望俄罗斯偃旗息鼓，但普京回应他的是一张6米长的大桌子。等到战争开打之后，法国意识到他们的努力无法改变俄罗斯的行动，他们很快便用军援乌克兰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法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阿克荣反坦克导弹、凯撒自行火炮和风暴阴影导弹都取得了优秀战绩，让俄军经常感受到来自法兰西的小小震撼。此次法国向乌克兰提供铁锤炸弹和风暴阴影巡航导弹一样，都属于空射型的精确打击武器，需要有合适的飞机作为平台搭载使用。铁锤炸弹在法军手中往往会由阵风、幻影2000或者幻影 F1 挂载。这其中，法军的阵风战机可以一次挂载6发250公斤重的铁锤炸弹，是铁锤最常用的搭载平台。乌克兰空军最主要的对地打击武器是苏24战斗轰炸机。尽管这款苏制战机与法制战机在武器库上存在一些差异，但法国方面表示，他们向乌克兰提供的铁锤已经进行了适配化改装，完全可以兼容乌军手中的苏系战机。不仅是苏24，就连乌军负责制空作战的米格29以及未来陆续交付的 F16 战机也都可以挂载铁锤炸弹。这无疑为铁锤炸弹在乌克兰的使用制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此前，乌军在2023的反攻中之所以未能撬动俄军的防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乌军缺乏足够的火力，无法在俄军的防线上撕开一个口子。尤其是在地面进攻上，乌军即便拥有了西方国家提供的装甲车辆，也经常被俄军埋设的地雷所阻挠。而如果从空中发动打击，乌军战机将不再会被俄军的地雷和火炮所阻挠，可以从更多的角度攻击俄军防线。再加上苏24这高速战机赋予的踹门能力，可以将铁锤炸弹打出70多公里的最大射程，以及铁锤强大的精确制导能力，乌军战机完全可以在交战区外安全地发射弹药，用足够高的效率敲掉打击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时间够长，通过一波又一波的空中打击，乌军迟早能从空中撬动俄军的防线。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即将在2月访问乌克兰。马克龙表示，法国将继续帮助乌克兰坚守前线，保卫天空。他还提到，法国与乌克兰正在商讨一项协议，这项协议被外界认为可能与此前英国与乌克兰达成的协议类似，涉及法国为乌克兰提供的资金和武器援助。不仅如此，马克龙还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在未来几周或者几个月内通过向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援助的方案。种种迹象表明，法国并不想在援乌问题上落于人后。法国始终是欧洲最主要的大国之一，它在援乌问题上发挥的作用将直接影响整个欧洲的态度。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对于法国援乌的话题，如果你有更多想法和意见，请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节目再见。